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转眼间我来到日本这边已经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是时候好好总结一下自己来到日本的生活。那么如果屏幕面前的你也想要来日本生活，或者说仅仅想要更深入的了解日本这个国家那我相信你一定能够从我的频道中看到不一样的日本。本期视频的话，先和大家聊一聊我是如何来到日本的。我这里介绍的是来到日本生活旅居，而不是短期的旅游。所以说旅游签证不在本期视频的讨论范围之内。想要长期在日本生活，必须首先要获得日本的在留资格。拿到在留资格之后，才能够获得日本的入境签证来到日本。目前可以长期在日本生活的在留资格大概有以下4种。首先第一种就是工作类的在留资格，就是说入职日本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会给我们申请日本的在留资格。在留资格通过日本出入境管理局的审核，我们就可以到日本工作了。可以在日本工作的在留资格又大致分为3种，分别是技术人文知识和国际、特定技能实习。这3种在留资格的区别和限制有很多，之后我会一一向大家介绍，大家可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视频更新的通知啦。工作类的在留资格只要是一直正常上班，一般在留资格延期都是没有问题的。第2种可以长期在日本生活的是家族滞留资格，就是日本有亲人的话可以去投奔，这里的必须是直系亲属，比如说夫妻、父母、子女。家族滞留签证的原则上一般也是一直可以续签的。第3种就是留学，就是通过去日本读书，比如说大学或者说语言学校来拿到日本的留学在留资格。留学在留资格的有效期是1年，在留资格会根据学校的学年来延期。那么如果读的是语言学校，最长是2年。如果是大学或者说大学院，如果是在读期间的话，一般都是可以正常的延期的。毕业之后的话是必须要转换在留类型，比如说找工作就是技术人文知识国际在留资格，或者说就是回国啦。第4种就是经营管理在留资格，通过在日本注册公司来拿到在留资格。经营管理在留资格有效期第一次是1年，续签的第一次一般还是1年。如果说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话，后面可以拿到3年或者5年期的在留资格。那么我自己是通过哪种在留资格来到日本的呢？如果说大家在网上去搜索关键词移民日本，看到最多的肯定就是介绍第4种的经营管理。之所以网上有这么多经营管理签证的信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营管理签证是必须通过中介机构来申请办理的。那么出于利益的驱动，那么很多办理经营管理在留资格的中介机构就会在网上发布大量的相关的信息。这也就给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造成了一种认知，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我没有办法在日本找到工作，我也没有亲人在日本，那么我就只能去通过申请经营管理的在留资格来达到移居日本的目的。所以在最初我是计划申请日本的经营管理在留资格的。那么日本的经营管理在留资格是要如何去申请呢？大致的流程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日本注册一家公司，提交一份事业计划书。公司注册的最低资本需要500万日元，大概是25万人民币左右。这个钱是需要先打到日本才可以的。经营管理签证有2种，一种是3个月的临时签，我们可以通过中介办理这个签证。通过这个签证来到日本之后，开始注册公司、租办公室、开银行账户、汇款。公司注册好了之后，就可以更换1年的经营管理签证。另外一种是直接1年的签证，我们可以通过中介直接在国内办好公司注册、租办公室、开汇款的所有流程。无论是3个月还是1年的经营管理签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代办中介。这类中介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相信大家基本上都是用中文来搜索的。找中介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希望能够找到华人中介，这样更方便办理沟通。经营管理签证的中介大致可以分为2类，一类是指办理经营管理在留资格的，我们需要自己去准备日本公司的各种资料。中介做的只是帮我们去提交资料、申请签证，这个的价格通常是比较便宜的但是需要自己付出很多的时间来处理相关的资料。
另外一类就是全包型的中介，就是说只要我们有钱就可以。中介除了会帮我们办理签证之外，还会帮我们在日本找赚钱的项目。因为经营管理签证毕竟是要开公司的，肯定是需要可以在日本赚钱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是民宿啦、餐饮店啦等服务业。只要我们出钱就可以有经营管理签证，就可以有一家在日本赚钱的公司。有的中介甚至还会帮我们去打理公司，我们不需要实际参与运营也可以，只要出钱就行了。所以这里全包型的中介的关键词就是有钱。很多中介直接说资产低于500万人民币的可以不用考虑了。那么有500万人民币以上的小伙伴是不是就可以无脑的选择这种全包型的服务了呢？我觉得首先是要考虑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中介提供的项目是否有持续赚钱的能力，是否可以持续赚钱，还是持续亏损。如果说只是一个初期看起来很美好，后期不断亏钱的项目，那么我们的钱亏完的话，经管理签证肯定是没有办法续签，那么就只能回国了。如果说在国内没有公司管理经验的小伙伴，千万要慎重选择这类项目。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是中介收取的代办手续费是否合理。根据我的了解，这里面的水分是非常大的，少的3万人民币，多的20-30万人民币的都有。那至于怎么选，还是要根据具体的项目来分析，没有办法一概而论。那如果说想要办理日本经营管理签证，我的建议是至少要找5家以上不同的中介机构来咨询，多问多听多对比，这些中介项目有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有的话那就是有猫腻的地方。我自己也找了很多家中介机构来咨询，其中也有很多是付费的咨询。一般中介机构最关注的点就是我有多少资产。咨询了很多之后，这就让我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大部分中介眼里，客户其实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那么资产多的客户的话就非常的热情，主动的推荐各种项目。对于我这里资产比较少的客户，可能也就意味着没有什么油水，一般都是问一句回一句。在咨询了几家机构之后，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关键的回答。因为我的年龄是33岁，完全可以考虑到日本去读语言学校，先申请留学签证，到了日本当地之后再申请经营管理签证。如果说语言学校毕业了，能找到工作，也可以直接拿到工作签证。这个建议的话让我豁然开朗。如果直接在国内申请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那么就必须通过中介来代办，这其中有非常多的坑。同时因为是跨国申请经营管理的在留资格，成功率中介其实也是没有办法保证的。而如果通过留学来到了日本，然后在日本国内申请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中国国内注册公司的流程是一样的，只需要自己去找一个行政书士帮我们做文件提交申请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第三方中介，而且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自己有可以在日本运营的项目。对于我自己而言的话，我目前有3大业务，分别是美国银行的代办、美国的税务咨询、美国的手机卡销售。这些相关的商品都已经上架到了我的Shopify网店，网店也顺利运营了1年的时间，目前也已经能够盈利。相信用这个来申请注册日本的公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没有可以运营项目的小伙伴，其实也可以通过读日本的语言学校拿到留学资格，先来到日本。语言学校毕业了之后，相信大部分人的日语也到了可以交流的地步，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直接找工作，拿到工作类的在留资格。通过留学来到日本当然首先也是要做好一些心理准备的比如说留学的在留资格是没有办法带家属来的。那么比如说留学期间是不能找全职工作的，只能兼职。那么每周的工作不能超过28个小时。按照基本工资1000日元的话一周打满28个小时，1个月的收入大概折合人民币6000元左右。如果说没有积蓄的话，在日本这边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如果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克服，那么就可以开始选择语言学校了。日本的语言学校总共大概有600多家，一般申请的成功率都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帮我代办的机构和我同一批留学签证的通过率是100%。
当然通过率100%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去申请留学机构它会先进行一个审查没有问题符合条件的人才会接受他们的申请这也能保证他们的通过率那么什么样的小伙伴符合日本语言学校留学的条件呢？首先最关键的就是年龄如果说毕业3年以内的基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35岁以内的小伙伴问题也不大35岁以上的小伙伴也可以申请，但是会要求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你到日本留学的一个目的和合规性。其次就是收入证明了需要提供20万人民币冻结6个月的存款证明这个存款证明的话如果你是已经工作了很多年的话可以自己出资，那如果说你刚毕业甚至没有工作的话，那么可以有父母或者说亲戚来出资也是可以的。那实在拿不出20万的话当然也有语言学校是不要求存款证明的，但是相对签证的通过率会低一点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申请这一类的试一试然后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资料比如说护照啦、户口本啦、毕业证书啦、在职证明啦、收入证明啦等等一般语言学校开学的季节是1月、4月、7月还有10月，这几个月都是有招生的相对而言的话，4月、7月和10月这3个月是招生人数比较多的，建议大家申请这3个月份，尤其是比较推荐的是4月份，是申请人数最多的，而且也是相对比较容易通过的确定好日期之后最好是至少提前半年开始去申请一般申请留学的在留是要通过中介去进行的我自己委托的留学机构的话，它是没有代理申请费用的，申请初期只交了一个委托费是1200元，如果说申请没有通过的话，这个钱会退给我们，或者说是再免费帮我们去进行申请那有的小伙伴就说中介就不赚钱了吗？当然不是的，只不过他们赚的是日本语言学校的钱，语言学校会根据招生的人数向中介进行返点。那么出于利益关系的话，我就不向大家去公开中介机构的名字了，大家可以自行寻找合适的机构找好留学中介之后，接下来就是去进行学校的选择学校的选择最多的话一般是在东京的范围内但是我自己的话并没有去选择东京，主要的原因有2个一个是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大都市快节奏的生活第2个原因是东京的生活成本比较高我自己的话后期还要准备开公司，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所以说前期是能省就省我自己选择的是在长野县，距离东京新干线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生活成本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低的，而且交通也不错，到日本各地都还是很方便的下面和大家聊聊我这次移居日本的费用吧其实最多的费用就是学费，语言学校1年的学费普遍在35000人民币到4万人民币左右我的学费是38000人民币学费是在日本在留资格通过之后才支付的所以说如果说没有通过是不用支付学费的，所以我在前期申请的时候只交了1200人民币的报名费，而且这个1200人民币的报名费用在留资格通过了之后是可以交学费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扣除这1200人民币的报名费的最后再支付一个签证的办理费用这边是900人民币所以说办理日本留学整体的费用就是38900人民币拿到签证之后我们就可以购买机票入境日本啦如果是4月入学的话，签证的有效期是2年；7月入学的话是1年9个月；10月入学的话是1年6个月在签证到期之前，至少我们可以在日本有1年的时间学习日语，可以考虑我们接下来的在留计划毕业了之后是直接找工作，还是读一个专门学校然后再找工作，或者说直接去办理经营管理签证，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加的从容，选择也更多了，也不用担心遇到黑心的中介了那么以上就是我这次办理日本移居的过程。如果屏幕面前的大家和我一样刚好30多岁，那么可以参考我的办理过程，或许可以少走一点冤枉路如果说屏幕面前的你已经超过了留学的年纪，那么可以试试直接去申请经营管理签证办理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流程我目前还在摸索之中，有进展的话也随时和大家进行分享。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最后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我们下期再见。